台湾客家人罗福兴加入黄花岗起义，革命已成为普世性思想。刺杀行动结束后，国民党内部开始产生激烈争论。后来革命风声走漏，黄兴下令解散起义部队，以个人行动起义。赌这一把，4月27号凌晨，集结40几个人对两广总督署发动攻击目标，击毙过别多党民起。两好部队就只有黄兴手持2把左轮手枪，带领38人起发车而战就过去，直接攻入总督署，开始到处搜查。张明奇你在哪里？结果张明奇已经逃走。黄兴下令总督署退回，李准参与马克沁机枪，发射激烈反战。黄兴右手2根手指几乎被打断，最后在邻居躲了好几天，才化妆混了出去。宋玉林、陈可辛、李文甫、郁培伦、林觉民审讯之后被杀。孙中山感叹无党之精锐付诸一炬，这也是72烈士由来这么多同志的牺牲，反而换来下一场更轰烈的成功。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欢迎收看今天的后来座谈，我是主持人历史哥李修。我们今天继续来聊我们的历史讲堂司徒思明系列。最近我们一直在谈一场巨大的革命黄花岗72烈士之役那这场革命呢，上一次我们其实谈到了这革命整个部署即将来推展，也讲到了当中革命义士可歌可泣的故事今天我们一样从一位义士开始讲起，而这位义士身份他非常的特殊，他是台湾人事实上，这也彰显了整个黄花岗之役当中呢，它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此时此刻，中国的革命呢，已经从特定阶层、特定人群、特定地域，已经扩散到全国去了。而这一场革命呢，它最后是如何的壮烈的事迹今天我们来好好来聊一下这个革命惊心动魄的过程它又为何没有办法一举而功成呢？到底这个革命当中又发生什么事情？而且不要忘了，这场革命是由孙黄亲自领导的。那我们是否可以称它为轰烈的失败呢？亦是一场失败的成功呢？那到底故事如何？我们今天来请教我们的历史专家我们来欢迎王立本老师。学长好。主持人好，还有全世界的朋友大家好。上一次我们黄花岗起义已经把几个主要的新登场的人物给讲了那最后的这一位呢，非常有意思的，也是孙中山的信徒谁呢？非常年轻罗福兴先生他是台湾的客家人那所以台湾人都跑到广州来搞革命了。如果熟读台湾史人都知道罗福兴呢，在台湾后来也搞了革命，还被日本人给处决了，这很有意思等于说整个中国的民族意识似乎在清末的这个时刻呢，已经具有一整个普世性，所以打破了地域，打破了族群，甚至打破了国界的藩篱。因为当时台湾属于日本的殖民地其实罗福兴简单说，在他身上查出双重意义首先，第一个意义就是台湾人参加了当时的中华民国的建国革命工作，而且还在第一线参加最激烈的战斗。罗福兴在加入同盟会之后的表现也非常的积极。另外一重意义是什么？就是他将当时在中国所宣扬的民族革命的情绪，或者说这样的一个主张也带回了台湾，也在台湾的土地上反抗帝国主义的统治，所以他等于是一个人具备双重意义。那罗福兴他本身也具有南洋华侨的身份，这是最难能可贵。另外还有一点，他是客家人，客家人有积极抗日的传统，各位还记得吗？罗福兴他生于俄属东印度巴达维亚，就是今天印尼的雅加达，他的祖籍是广东嘉应州他的父亲叫罗金邦是广东客家人，他本来在南洋经商，后来在1887年的时候，罗福兴就跟着他的父母从南洋回到了广东的嘉应州，之后又来往台湾跟印尼多次，因为他父亲到处经商嘛，所以罗福兴小时候在巴达维亚的华文学校读书，所以他也通荷兰文各位，他本身也会客家话跟汉文。不过后来他在巴达维亚读书，也跟着他父亲来往台湾的时候，他也发现到一件事，原来在他第二故乡印尼跟台湾都同样处在殖民统治之下他发现台湾人或者在印尼的华侨都一样，即使累积了相当大的财富，还是受到各式各样的歧视这一点是让他所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后来在1903年之后，他大部分的时间就居住在苗栗，就读苗栗工学校，所以他后来连日文也会。所以他是非常聪明的一个人，语言天才对，所以你看他的经历非常丰富，而且还跟他爸爸跑过大陆各地，也去过日本，算起来在台湾人民眼界相当开阔了。后来他在1907年在广东他到内地去游历，就加入了同盟会。加入同盟会之后，他随即到了新加坡跟当时那样的同盟会会员时常接触，也得到相当大的启发。他自己讲，他在1908年的时候就决定说一定要回国，展开武装起事，一举将满清政府推翻，否则的话国家是没有救的1909年的时候，他认识了胡汉民，他跟胡汉民后来变成很
很好的朋友。他们在香港的时候，当时胡汉民就告诉罗福新说：“你不要气馁哈，孙先生已经指示我们要在香港重新建立同盟会的南洋分部。孙先生本人也在美国方面进行了募款，所以不久之后就有大规模的起事。罗福新当时非常的兴奋，就告诉胡汉民他一定要参加。不久，广州黄花岗起义就开始积极谋划，罗福新也成为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要角。罗福新曾经多次前往印尼，帮助胡汉民等人在南洋一带募款，甚至于还瞒着他父母，把在印尼他们家一块橡树田卖掉了就是为了这一次的革命。后来他在香港又见到了黄兴，正式确定他在这一次的起义名单当中。后来他在1911年的4月黄花岗起义，他就加入了这一次的战斗。不过，因为战斗的过程不是那么顺利，后来革命党人就心散，他也很成功的先逃到香港，再从香港辗转逃到了南洋一带。他到了南洋一带之后，他就继续纠集还愿意从事革命的南洋的华侨，准备再兴起事。当时他就告诉南洋地区的华侨以及当时在南洋工作或打工的台湾人，表示说，国民革命未来的成功不只是拯救大陆人而已，最重要的是国民革命成功之后，才有可能把台湾人从被日本殖民压迫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解救出来。不过后来我们知道，这1911年的10月10号就爆发了辛亥武昌起义嘛。后来等到辛亥武昌起义成功之后，罗福新还在南洋一带招兵买马，非常高兴也很兴奋。当时给他的朋友写信里面就讲到，他认为大陆上的民主共和国终于建立了，那接下来他就要努力致力于让台湾摆脱日本的殖民统治这就是他未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可以说，日本自认为在台湾的统治稳定之后，竟然还爆发武装起义，就是在罗福新的领导之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说。OK， 我想这个罗福新的存在，其实可以看到在晚清及近民国的时候，这个华人社群它的一种相互的联系性你看罗福新，因为他们家境比较殷实嘛，所以呢，他们家就是可以到处牵引。他们这个姓罗的，事实上在苗栗也是苗栗客家人的大姓，可以看得出来，只要是在宗族里面比较有能力的，他其实很常在做跨境移动。这样的一个活动跟流动呢，也造成革命呢，它已经跟过去很大不一样。过去那种地域性很强的、区域性很强的，甚至是有方言这种的状况的，它已经渐渐打破地域。这个背景其实也跟整个国际交通逐步的打通也有很大的一个不一样因为科技的发展，所以船舰已经开始渐渐从以前的木船变铁壳船。那过去的风帆船呢，已经彻底的消失。动力交通开始，对，没有错就越来越像现在的船舰的出现。所以大家知道，事实上到了20世纪初的时候，当时台湾跟大陆之间的交通往来是很方便的，而且很频繁。然后有很多的洋行最有名就怡和洋行嘛、太古洋行嘛，专门就在做这些轮渡工作，赚得盆满钵满的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你会想到奇怪，孙中山怎么今天在这，明天去那？当时还没有飞机可是他就很常跑来跑去其实做的就是这种动力轮船，而且那个船都越来越大台这边也跟大家做一些补充了所以你说总结一下罗福新他算不算台湾人的？也有很多人诟病说，他台湾待的时间其实并没有那么长但我们主要是要去凸显一件事情：中国的革命最后能够成功，你其实在黄花岗之役里面可以看到很多现象，而这个现象就是它已经逐步成为社会上具有普世性的一个思想，它逐步在扩散，所以这就是所谓大势将起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说这叫川州跨省、由部各省的一种革命思想的诞生。我们把时间就拉回到革命的前夕我知道上一次我们有讲到革命党人温生财自主性的跑去刺杀两广水师提督李准，就不小心刺错人，刺到广州将军福起使得清政府的查缉变得非常严格，整个广州城的气氛完全紧逼起来了。那在一个突发性事件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呢？其实温生财的出发点不坏因为他认为说要把李准干掉嘛，因为这是革命党的心腹大患，对不对？不过他是没有搞清楚李准到底坐哪一个轿子，所以就开枪把福起给打死。福起被打死之后，马上就出现一个很不好的一个现象，就是满清政府开始警觉起来了，所以就加强各种的查缉工作，主要分成2方面。首先第一个，在当时两广总督府以及广州各街道开始加强巡逻，也加强总督府附近的布防另外当时的珠江的航道以及所有重要的码头也开始设置哨所，那日夜在各街道各个城门上开始进行各种的临检，所以结果是让当时革命党的革命的工作就有非常大的阻力了。所以到了4月8号刺杀行动结束之后，革命党内部就开始产生激烈的争论。当时许多人认为说，是不是要在这时候发动？如果要发动的话，恐怕会很危险。其中最重要有2个人是主张一定要考虑是否要发动。首先第一个就是胡汉民，
胡汉民当时就认为准备不足，就应该要顺延，他没有说不发动啦。另外还有陈炯明，首先我们必须要讲，我们也不认为胡汉民跟陈炯明是害怕，因为他们是广东人，他们对这一带的地缘人员最熟悉嘛，所以他们比较知道这个状况，就是满清政府在城内已经有防范了，所以如果这个时候要发动起义的话，恐怕会有很大的问题。而且最重要一点，当时各地的革命党人还在陆续集结当中，买的军火也还在运送当中，就满清政府开始加强查缉了，军火要进来就变得非常的困难。但是另外一派就是我们讲这一次被推为总指挥官的黄兴跟赵升啊，尤其是黄兴都认为不能等，绝对不能等。如果你现在在等的话，反而会让革命失败的风险增加，因为满清政府的防备恐怕会越来越加强，再加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大家都已经准备好，冒着九死一生，好不容易才潜伏到广州城，你先跟大家讲说不玩了，解散了，你下一次要开始就很困难，这也会伤害到革命指挥阶层的威信，所以双方就有非常大的一个争论。这个争论就从4月9号一直持续到4月23号。后来革命党是说，大概23号之后，应该是革命的风声走漏，有可能是内部有叛徒泄露给满清政府，也有可能是满清政府接到各种不同的线报，所以4月23号到25号，张明启就下令了，清朝政府又开始做几个加强的动作。第一个就是突然间收回了新军枪械上的枪机，各位有当过兵就知道，枪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它的枪机的部分嘛。对，枪机部分哪种枪就只剩一个空壳而已，就没什么用了哈。另外还有大批效忠清廷的清军开始进入到广州城里面增援城内的防御力量啊。最致命的是，当时革命党有2个重要的军火囤积点啊，一个在史平书院，平书院是一家私立学校啊，另外一个叫三眼井，这2个地方所囤积的地下军火库被满清政府给查抄了啊，里面的大量的步枪、子弹、手榴弹，还有放火用的工具，据说全部被清剿了啊。这个消息传来之后，让张明启非常高兴，张明启据说还亲自去看了这些清剿的军火，甚至一度认为大概革命党搞不起来了。当时革命党受到很大的打击。另外就在24号的时候，满清政府就下令，在新军第2标里面有许多的士兵被强制退伍。本来第2标里面的确有潜伏不少革命党的同志，随时准备撤印的。另外还有新军在城内的龙王庙里面啊，开始加派了一个营的守军，大概500-600人。先稍微讲，龙王庙在珠江码头附近，这里除了控制珠江码头之外，其实也等于是广州市很重要的一个市集中心。那龙王庙这边如果加强防备的话，它可以东西南北四处出击，就可以在广州城内任何一个地方进行接应。所以你要进行大规模的起义，第一时间满清政府的军队就可以从这边调动到任何一个点里面。各位你可以看得出来，大概到了25号，整个革命的态势已经非常的不利了。那你说这个仗还要怎么打？也难怪胡汉民跟陈炯明会激烈反对嘛，这我们就不是那么样的意外了哈。这个争论一直到了25号左右，当时陈炯明跟胡汉民又告诉黄兴，就是说我们要集结这么多同志也不容易哈，应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出击，否则的话会平白牺牲。另外还有一个人这时候也站在陈炯明这一边，就是曾经参加过广州新军起义的朱执信，因为朱执信广州新军第2标里面有很多人是他认识的。他当时就收到很多新军同志告诉他，满清政府恐怕已经识破我们革命党的身份，所以强制我们退伍。所以这个时候朱执信也站在陈炯明这一边。不过当时也有一些革命党人士抱持相反的态度，认为说非打不可。最重要就是我们前面提过了，也本来规划也要率领一队人马进攻满清政府的据点的姚雨萍。姚雨萍当时就认为说，有大量从江北各地来的同志都已经到达广东了，我们准备要带着他们大干一票了，你怎么可以说不打就不打？如果你这个时候态度反复的话，那你下次叫他们再来怎么办？他们撤退也要再冒一次风险啊。所以当时的姚雨萍就代表江北各地来的同志就激烈反对，认为非打不可，所以整个革命党内部又陷入严重的争吵。早期革命我们前几次讲下来它的一个问题，就革命党内部的意见非常难整合。在这种情况之下，黄兴当时就下了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到今天还是有争议的。他就认为说继续延期跟解散起义部队的话，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利的。但是没有办法，大家的意见不一致，所以他就下令干脆就解散起义部队。然后他常常主张以个人行动的方式举行起义，你愿意打的就留下来，我们在广州城干一票；不愿意打的就解散。而黄兴这样做还有一个很重要一个理由，他认为其实也没有那么难，赌这一把，我们只要能够一举屠戮两广总督署，击毙或者是俘虏张明启，其实这个革命就可以成功了啊。他认为就把整个满清在两广地区的指挥跟行政中枢全部瓦解了嘛。
狭路相逢勇者胜，所以最后黄兴就决定还是必须要奋力一搏，把愿意跟着他拼这最后一次的同志留下来，决定要在4月26号，当时满清政府是搜捕跟准备的期间，就准备要发动起义。那讲到这边呢，基本上革命就出现一个很大的转折了嘛。本来实路进攻啊，但是越级人士的暂缓，导致从外省来的这一些革命者变成说他们要优先来行动啊。可是呢，就在黄兴说我要干的时候，开始在通知部分本地的革命人士先行解散撤出，结果又出现波澜，让黄兴呢更加决议说不行，不只要干，而且是马上立刻要干。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学长？4月26号的下午发生一件事，就当时革命党人林时爽跟郁培伦在广州城中，当时他们就发现这广州城内的巡警又开始搜捕革命党人，甚至已经开始有革命党人被捕。根据我们今天看到国民党内部的资料，大概是满清政府总共逮捕了400-500人，里面有革命党人身份的大概不下数十人哦。所以当时郁培伦就非常的紧张哦，跑来找到黄兴，告诉黄兴说必须要打了哈，不打不行了。所以黄兴也认为说再不打的话，可能我们还没有发动，人就被抓光了。所以黄兴接受了，就下了最后的决心，就在4月27号的凌晨，集结了所有尚未离开广州的同志。详细的数字有不一样的记载。我们根据今天国民党党史会所出版的资料，当时尚未离开广州又愿意跟黄兴最后一搏的人，大概就是40几个人而已，没有多少人。决定就在这一天开始对两广总督署发动攻击。各位，两广总督署附近保守估计清军有1000多，只有40几个人准备向两广总督署猛扑而去哈，真的可以说是自杀式的攻击。在凌晨的时候开始分配弹药哈。当时革命党手上所拥有的武器大部分都以手枪为主，手枪以2种为主，一种就是毛瑟自动手枪，就是俗称的盒子炮嘛，对不对？就可以看到毛瑟自动手枪在20世纪初期可以说是中国军队的代表，对，全世界只有中国军队把这款手枪当作制式手枪了。另外还有就是美国制的左轮手枪，美国制左轮手枪当时在大陆各省的兵工厂有仿制，因为它的结构非常简单，不容易卡弹。左轮手枪是万年不动武器，对不对？到今天还受到各国军警的喜爱。而且最重要还有一点是，这2款手枪当时因为4月的时候广州天气有的时候还相当的凉爽，所以把这手枪揣在怀里面不容易被看见哈。另外除了每个人配发手枪跟子弹之外，另外还有每个人配发2颗土制炸弹或者是手榴弹，还约好每个人的右臂绑一个白布条作为识别记号。不过没有制服啊，革命军必须要这样，对不对？另外每个人身上发1块钱龙洋，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现大洋，对不对？洋人称作叫大清龙元，就是银币1枚作为路费或是印记这种。但是因为军火库被查抄了嘛，这实在是很痛苦，所以当时革命党手上的长枪不多，甚至于我们看到资料，革命党还从香港走私进口的一批冲锋枪，但是也都被查抄了。所以这几十个人所拥有的武器非常有限，都是手枪、短枪以及手榴弹或土制炸弹为主。就靠着这样的一点武器，几十个人就准备要对当时的两广总督署准备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啊！我想这个时候最大的问题就是设备不够嘛，所以必须要改变它的军事行动目标。原本实路绝对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军情的改变，你的正面的攻击你也必须要做调整。那这个时候呢，姚宇平跟陈炯明就来回报说当时跟同盟会联系很密切的顺德第3营呢，直接呢就被调回了广州，所以整个军情的变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一个状况。黄兴如何调兵遣将呢？学长，人有限，火力有限，然后满清政府的查抄动作越来越紧逼，新军跟巡防营又不断在调动，所以这个状况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这样一个地步了哈。当时黄兴就在27号的时候临时编组，他决定自己大概率领40个人左右。不过我们今天看到国民党资料，有人说只有38个人，人相当有限哈。黄兴的前进指挥部距离两广总督署只有几百公尺而已，由他亲自率领，然后直接从两广总督署的大门进攻两广总督署哈。另外就是姚宇平率领了当时江北来的一些同志数十人哈，准备攻打小北门，占领飞来庙。为什么要攻打小北门？因为当时准备响应革命党的新军同志大部分驻守在小北门外只要能够攻占小北门，就可以把响应革命党起义的新军人员把它放入城内嘛。另外还有一路就陈炯明率领80个人准备进攻巡警教练所，这一路是过去10路进攻计划里面原本就有的。另外胡义生率领20个人防守大南门。为什么防守这里？因为大南门外其实不远的地方就是李准的水师行营，就是担心
心李准的部队会从这边来策应嘛，所以先把这个大南门把它守住哈。黄兴当时是向香港的总部发出电文，敦促革命党人，你们愿意来广州的，还是尽量往广州靠近，因为如果一旦攻占两广总督府之后，我们还是需要的，希望在香港这里的同志还是可以到广州这边来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另外还有一点就是黄兴认为说，如果防守两广总督府的巡防营内的革命党人到时候能够阵前倒戈的话，他认为是很有胜算的，可以攻下两广总督署的。其实今天我们讲白，这是赌嘛，万一他们没有响应呢，是不是？或者他们响应速度太慢了等等的，也看着当时革命党的那种视死如归的那种状况。终于在4月27号，他们就直接进攻两广总督署出发前一刻，黄兴就已经交代所有跟他一起向前冲的同志们，我们这一仗就是要击毙张明启或活捉张明启作为最高目标。就在下午5点30分的时候，傍晚时分，起义正式爆发但是爆发这一刻，还是讲好前面有4队嘛，就竟然只有黄兴这一队真正加入战斗，其他3队都没有出现他们就开始进攻两广总督。黄兴带领38人直扑大门口，然后徐维扬带领10个人在横队黄兴的后面作为后卫工作，就担心有部队从后面来前后夹攻。这战斗的状况非常的激烈。根据后来目击者还有参与过这一役幸存的革命党人回忆，一开始的时候黄兴带领多人向两广总督署的大门口猛冲就看到门口的哨所就连续几发手榴弹就丢过去，当时就把2个哨所给炸掉了，当场就炸死数名卫兵，然后直接就攻入总督署内了，就在总督署的前院跟他的大厅里面展开激烈的枪战当时黄兴手持2把左轮手枪，一马当先，不但向里面投掷了手榴弹，而且还连连开枪击毙清军数人，也有好几个革命党人中弹倒地。等到攻入到前厅的时候，满清政府的广州候补知府李相成当时很害怕，他转身就想要逃走，就被黄兴从背后开枪，当场就将他打死了另外总督卫队金正芳据说已经被炸弹炸断了一只手臂，坐在地上血流如注，也被随后赶来的革命党人乱枪在地上就将他击毙了。所以很快就把防守在总督府之内的清军都解决掉，他们就开始到处搜查张明启你在哪里？对，张明启早就事先有所准备了我告诉各位这一次的起义会失败重要的原因是，当时满清政府的官员面对来势汹汹的革命党，该准备都做好了尤其是张明启早就已经做好了2件事。首先第一，他已经规划自己的撤退路线，准备好了炸药跟他的一妻一妾，还有他的几个随从人员。后来果然在前面枪声大作开始进攻的时候，他就从总督署的后院围墙炸开了一个洞，就从这个洞跑出去了。在外面很快就遇见了也接应的巡防营人员，就护卫着张明启一路就向水师行台的方向撤退。第二个是当时的徐维扬，他反而在后面担任后备，他听到前面打得一塌糊涂之后，他就觉得已经攻进去，我们这边干等也没有用，当机立断带领了10个人绕到两广总督署后门，就在后门这边当场击毙了几名满清政府巡防营的人员，冲进去后来就跟黄兴等人就在总督署里面会合，当时就告诉黄兴说，我们是从后门这边攻进来，我们也没有看到张明启。这个时候时间大概是傍晚将近7点，这时候黄兴就发现不妙了，糟糕，张明启看来已经逃走了。实际上张明启已经往水师行台的方向走，准备跟李准会合了另外黄兴他们进攻总督署，枪声大作之后没有多久，郁培伦就带领了4个人，拿着手枪跟几发手榴弹就丢进去，打开了都电公所的大门之后就冲入其中结果发现张明启也没有在里面。都电公所距离两广总督署据说只有几百公尺，所以当时郁培伦等人就发现糟糕不妙，张明启已经逃走了后来黄兴在总督署内找不到张明启之后，就下令我们就放火把总督署烧掉，准备撤退了。结果放完火要撤退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因为当时有一个人在确定张明启没事之后，他就接下了整个清军的指挥权，这个人就是李准。李准这时候他身边马上可以指挥的水师营水兵大概有300多人，都是有作战经验的。另外这个时候他还立刻就把2个巡防营加起来超过1000人，合计大概1500人左右，这是他马上第一时间能调动的部队，立刻就指挥兵分3路开始向两广总督署一带各个主要的几个街道跟巷弄开始展开围堵工作因为他们人数火力居绝对的优势嘛。根据打过这一仗的黄兴事后回忆清军甚至还搬运了2挺马克沁机枪到前线战场来作战革命党人就开始陷入苦战死伤惨重而且还有一个很要命的一点，就是当起义部队放完火冲出去之后，看到有一支巡防营的人上来，大概有几十个人。当时林时爽还以为说这几十个人是
来响应起义的新军部队啊。对，就当时还喊了一声同志，不喊还好，一喊这几十个巡防营的人就确认这个是革命党，当场乱枪就把林思爽乱枪打死了。其实这几十个人是来镇压革命党人，并不是来接应，就是李准的部下。我们这可以看得到李准的反应非常快，这个是没有详细记载，不过我认为他们有沙盘推演过，所以清军完全像在演习一样。林思爽被打死，当时的革命党人就陷入苦战，而且子弹也快不够了哈。在撤出衙门突围的时候，据说黄兴在战斗过程当中，他的右手的2根手指就被马克沁机枪打中，当场打到只连了一层皮，几乎打断。黄兴当时就下令革命党人兵分3路突围，爬入民宅之内，走屋顶，或是穿过民宅，因为当时的房屋大部分也都是很低矮的房屋啦，要穿过也没有那么难。另外，徐维阳在突围之后，就遇到了从花县赶来的40个会党，就往小北门的方向发动进攻，希望再一次能够召唤城外新军第2标的人员能够入城。不过，他们赶到小北门的时候，才发现到城外的新军第2标完全没有动，所以他们就发现恐怕是已经不可能再指望有什么强大的外援再过来了，所以徐维阳等人随即就把剩下的几十个人，我们干脆就拼了哈，转向水师行台方向。你李准去打阳光总督府嘛，那我们就去打水师行台。不过在三元里这里就跟清军遇到，发生了激烈的枪战，死伤惨重。最后这40个人加上徐维阳，大概只有6个人突围而出，其他都在三元里这边陆续战死。就是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 bug 呢？就是张明启到底怎么神奇的从总督府里面消失的？张明启呢，他的备案是这样的，他拿了炸药穿墙啊，不走正门，因为他知道只要走门一定有人堵他，一定被抓，所以他也算到了会有徐维阳这样跑来后门堵他了，所以他就在后门旁边其他的墙体呢就把门给炸了，从那个洞出去。大家了解哦，他所有动线是有规划过的哦，他走的那个动线是没有革命党人的动线哦。所以刚才希望讲一句，我非常同意，就是说他们平常一定有做演练，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张明启不愧在晚清是可以说是被称为良吏啦，他是一个比较有作为的官员啊。如果晚清再多活个几年，以他的年纪哦，将来是大有可为啦。这个时候他是反应非常的迅速，但他的目标很清楚，第一个他绝对不能挂，因为他只要被抓到或者被击毙的话，就出现问题，就是整个清廷在这里的指挥中枢就会受到士气上、结构性上的严重打击，可能甚至会崩溃。第二个点呢，就是他要赶快找到李准，因为李准有个点很厉害，他懂得革命党的习性，尤其是传统那些会党人士哦，已经对战过很多次了啊。就看一个水师提督哦，常常在陆地上抓人这样哈，陆上行舟啊。所以他到了李准这边的时候，非常果断，把所有的部队都交给李准去指挥啊，让李准积极来评判啊。那这个事情打到这边，其实大家也大概可以预见一个问题了啊。当徐维阳他们试图去偷袭水师行台，结果却遭遇大部队啊，基本上呢，把自己的随行大家都打光了。因为当徐维阳做了一个选择了，赶快所有人做鸟兽散，这个真的不行啊！再这样打下去，就会死。而且徐维阳跟徐怀波，那徐怀波很有可能也是会党人，打到最后6名呢，冲锋队冲了出去了，就这6名冲锋队通通都阵亡。没有想到徐维阳跟徐怀波他们徐家人竟然侥幸活了下来。其实后来他们就想说，那就就地掩护啊，赶快把启明军里面躲藏在里面啊。因为广州城到清末的时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城市，而且大家了解那个城市都是平房所组成的，所以要搜索起来是非常困难的。还有一点是，当时广州有很多外省人来打工，有外地口音的不奇怪。一个很龙蛇杂处，还有很多外国人啊，因为到了这个时间点，然后通商啊、浪人啊，什么奇奇怪怪人一大堆啊，所以呢，他们就这样子呢混出去了。其实我认为徐维阳跟徐怀波，因为他们可能有会党背景啊，所以对这种龙蛇杂处的应对是非常好的啦，算是这一波里面呢侥幸被他们拖过了这一关了。但是呢，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发现，革命党一开始黄兴说不然就干吧，40几个人，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了，因为越来越多革命党人收到消息，他们就回头帮忙嘛，所以这个时候在整个广州城内啊，各处还有很多分散的革命党人，有的正在艰苦作战，有的试图要突围，有的已经化整为零，想要先撤出去广州城啊。像这个时候还有很多的革命党还在城内四处各自行动当中啊，那还发生了什么事呢？所以基本上呢，我们可以讲这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在两广总督署那边一举奏效，就让整个革命行动变成无组织的一种行动，就是都有各路人马就乱打了啊。所以当时另外还有一路在城内，由当时的革命党人刘梅清跟马吕所率领，主要是四川人、福建人，还有一些从海外来的南洋华侨，人也没有很多，大概就30
几个人，准备要攻打都练公所啊，跟玉培伦会合。就是他们走在半路上的时候，又碰到巡防营的部队。巡防营这时候比较可怕的一点是，到底是同志还是敌人，已经分不清楚了。对，所以一开始的双方都还会互相试探一下，然后开枪之后才发现这是敌人，就双方就展开了激烈的枪战哦。不过这时候天色已经昏暗了，所以枪战当中革命队伍就被冲散。冲散之后，玉培伦所率领的几个人就选择往小北门的方向走。你知道徐维阳在那里，但是因为他们也不认识路啊，走在半路上问了一个打更的，就报时人也报错了路线，最后他们没有办法，他们只好把元盛米店的窗户打破，进入到以这个米店作为最后的据点，跟清军作战。最后包围了清军，就在李准的下令之下放火烧店，各位很惨的，整条街都烧掉。我当时的房屋大部分是木造，那店内的选锋大部分不是受伤就是被俘虏，也有少数几个人自杀了。因为当时在这一队里面有一个人叫莫继鹏，莫继鹏也是会长出身啊，当时就从火当中趁乱冲出来，主要是往巡警教练所的方向冲出，因为他知道有一个人带领了几个革命党人潜伏在巡警教练所里面，谁呢？就是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啊。黄一欧当时是满清巡警的身份哦。据黄一欧事后回忆，他们当时听到枪声大作，已经开打，也不确认到底是怎么回事。后来才发现到处火光冲天，炸弹声不断，整个城内大乱。不过当时黄一欧等人也搞不清楚到底要往哪里去增援比较重要。这时候莫继鹏跑过来，就告诉黄一欧说，同志大部分都牺牲了，现在各地都还在激战当中。当时黄一欧就当机立断，认为说这时候冲出去可能就没命了，不要再贸然投入。他就找了一个地方把莫继鹏给窝藏起来，等待时机啦，到时候我们再突围混出去。这时候不应该再加入了。最后的撤退阶段，战斗非常的惨烈。后来黄兴事后有讲，他2根手指被打断，血流如注，他就把他本来右肩膀上的白布条拿下来，临时做了一个止血的绷带，把他的手含住啊。但我们知道黄兴本来是右手持枪，就他右手手指被打断了，只好改用左手持枪啊。据黄兴自己讲，他当时的左轮手枪大概也只剩下20-30发子弹，没有多少子弹了。他身旁大概还有10几个人，当时黄兴就决定从大南门的方向突围，因为他认为说这一带的巡防营或许还有同志可以接应他们，也的确是这样啊。当时在大南门这里的巡防里面有一个潜伏的革命党人叫温代雄，因为他还带了10几个同志啊，准备在这边要接应。可是他们右边的胳膊上面没有白布啊，我们知道前面已经发生革命党人彼此互相误击或者是误认清军为自己同志的这样的经验了嘛，吃了很大的亏。所以这一次革命党人选锋们看到巡防营的人来，不管生气21，先打再说啊。就温代雄这一个准备要接应革命党人的清朝巡防营潜伏的人员，竟然就被方生栋给乱枪打死。所以一打死之后，其他10几个接应的也觉得莫名其妙，就鸟兽散了。结果在作战过程中，方生栋也中枪，就双方就这样子而错失了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就大南门这边也出不去啦。最后黄兴运气还不错，他又往民居里面逃，碰到一个同盟会的女会员叫徐宗翰。徐宗翰当时是放火队的，发生枪战之后，徐宗翰当时也在几个战场的外围不断的伺机能帮什么忙。可是徐宗翰后来回忆，当时他看到黄兴的右手食指跟中指只连了一层皮而已，几乎都打断了，还不断的在流血。徐宗翰亲自拿出匕首，把黄兴那2根快要被打断的断子切下来，再帮他做一些包扎。之后他们就在民居之内连续躲了好几天，一直到满清政府的风声稍微没有那么紧密之后，才化妆先到达珠江码头边，混上一艘客轮，再从客轮上面往香港方面转移，才混了出去。这里有一个后续的故事啦，就是假戏真做的故事啊。后来徐宗翰跟黄兴成功撤离之后，就到香港去医治，因为黄兴这个断子不能开玩笑，必须要做后续的处置。当时就到了香港的亚力士医院，可是必须要有家属来签手术同意书嘛。当下黄兴也没有其他人可以帮他签结果呢，就由徐宗翰以妻子的身份帮他签署手术同意书。结果后来做完手术他俩还真的就结婚了。虽然黄兴是有原配啦，这后来为一段姻缘佳话了因为在那个时代，男性娶好几个太太其实也是蛮常见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角度去看这样的以前的事情当然起义打到这里，基本上黄兴能够撤出来，都属于非常侥
侥幸的一个状况啊，主要是他灵机应变得已啊，因为乌代雄被打死的时候，已经是宣告这场革命没有任何希望，因为最后一支部队嘛，所有城外的部队因为在清廷事先缴械、遣散、抓捕、收拿，还有包括查获军火等等的这个准备之下呢，等于说这次这么大规模花了好几十万银元的准备是彻底的失败了。根据今天的国民党史记录啊，总共被逮捕、被打死的有84个人啊，那起义当中被俘的有31个，其他大部分都是阵亡啊，能够活下来的都属少数啊，这也就是72烈士由来。不过我跟大家讲，不止72个啊，因为有很多人一来名字找不到，二来呢后来陆续在各个地方啊有找到一些遗体啊，还有一些清朝的记录啊，在陆续收尸之后呢，其实人数是远比72个还要多啊。这里面呢被俘的人员包括像宋玉麟、陈可辛、李文甫啊，都在审讯之后被杀害，所以清朝也是毫不手软，这是李准的风格啦哈。对于革命党就是重拳出击啊。另外呢，逃脱的要角主要是黄兴、朱执信啊，还有黄兴的儿子黄一欧啊，都跑出来。这里讲一下黄一欧啊，他非常年轻啊，号称最年轻的革命党员哦。黄兴为了革命是不要命啊，把他全家底都拿出来了，这也是一个非常猛的一个家伙啊。那另外呢，被处决的几个要角，就我们之前也有提到他们的故事啊，郁培伦、林觉民当中，林觉民跟方生栋他们就义之前所写的遗书啊，我们在上一讲啊都有给大家分享，真的是可歌可泣啊。其实不止他们啊，这几个为什么特别被点出来呢？因为我告诉大家，这些人都是新知识分子，如果他们不搞革命，他们的未来我认为啊，真的是大鹏展翅啊，因为前程似锦，这些人都是一时之精锐啊，而且家世啊各方面啊，好学识的都非常非常的好哦。你可以看到，像林家一口气牺牲了2个，林觉民、林以民，所以你可以看到，那这是非常严重的创伤啊，所以才会有孙中山那一句感叹嘛，吾党之精锐，付诸一炬嘛啊，因为他也是花了很多时间跟这些年轻人相处。那清廷的报告事实上还降低了死伤，为什么？因为清廷很怕被外国的责难，所以呢做了一部分的隐匿。那事实上，根据当时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报告啊，清廷光自己阵亡至少在200人以上啊，尤其巡防营就警察啊被打得最惨，死伤惨重，对，真的是死伤惨重啊！哈，那起义之后呢，清廷当然对于广州这一次这个问题就极为重视嘛，所以呢就全城戒严了1整年，然后开始继续的搜捕各处的革命党人啊。那由清军跟巡警所组成的搜查队在城内呢到处抓人，到处逮捕，只要抓到疑似的，很多当场就砰就把他打掉啊！所以就地枪决。所以根据英国的资料，光在2个月内就处决掉了300个人。那到里面有多少无辜的冤杀，今天已经都是不可考了哈。所以是非常非常的风声鹤唳，所以短期内要在广州再展开一个起义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啊。另外还去搜查各类存放武器点，因为你有抓到了有供词嘛。结果清廷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原来我们之前查到的只是一部分而已哦，找出了大量的枪械、炸药、炮弹呢，各种。唯一一个革命党比较买不到的是马克沁机枪，因为当时号称是超度神器，今天人的说法叫做马克沁菩萨嘛，打到一定往生啊，生命收割机，非常凶猛啊。另外呢，主要在广州这一做最大的就是英国人嘛，英国政府看到广州很乱嘛，就直接下令，像我们现在发布旅游警示灯号一样，好，所有人啊离开广州的市区啊，转往租界地啊，广州有一块租界嘛，或者是邻近的领事馆啊，进行避难处置啊。还有，事实上在革命中间呢，胡汉民跟赵生原本认为这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他们准备以接应同治为主了，好，结果没想到黄兴这家伙就这样干了哈，2个年轻人也觉得说不行，老大都冲了，我们能不冲吗？所以胡汉民跟赵生呢，赶快从香港要赶赴广州，把人接出来去救援哦。可是问题是，当他们到的时候啊，当时水陆两翼，因为广州跟今天的香港距离还是有一段路，尤其以当交通条件哦没有这么好，所以他们到的时候，大家也知道这革命其实很短嘛，整个广州城已经戒严了，所以导致呢他们也没办法进入，而且如果假如他们要强行进入，那肯定也只有牺牲的份啊，所以最后只好撤回啊。结果啊，后来他们就想到了，黄兴找不到人怎么办呢？那黄兴这个九命怪猫啊，总有可能他有活下来的机会嘛。果然在他们约好的一个藏匿地点，代号叫胡宅啦，就跟黄兴还有徐宗翰就会合啊，让大家就松了一口气，说，至少黄兴他们还有活下来了啊。那另外最厉害是黄一欧啊，及时的判断呢，人也跟他爸爸一样有隐匿属性啊。也消失了一段时间啊，后来也不知道他怎么又从广州城溜出来啊，最后也回到了香港跟大家来会合啊。所以这一次的72烈士没有再平添几条亡魂哦，也是有赖于这一些逃命大神平常都在飙车的过程当中啊。最后我们就做个结论，这一次是非常非常惨烈的。这个名单大家可以按个暂停，好好的阅读一下哈，也为他们的精神感到无上的致敬啊。革命大卫精神总共呢200个人打1500个清军加巡防营哦，正可所谓无
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啊。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失败的一些问题了哈。那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联络真的是太糟糕了哈。那第二个呢，清廷的官员我们必须讲还是非常厉害的，及早布置包括缴械、封锁、收捕、收缴武器、查你家的仓储等等的。这边就必须讲2个人的应对很厉害。第一个张明启事先准备非常的完善充沛而且做了很详细的一个计划，包括逃难路线、如何集结部队、如何重新指挥另外李准呢，果然是镇压革命大队队长快速的有效指挥，就把整个清军完全调动形成优势包围网，扑灭了这一群革命党中的精锐所以可见要从革命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不过这样的革命的检讨到了后面呢，还有很多细节我们值得一个一个来讨论而且这个革命精神整个传出去，尤其对社会的震动是非常强烈的。果然在不久之后又掀起了巨大的波涛那到底掀起了什么样巨大的波涛呢？还有呢，革命党到底如何来检讨这次起义的失败呢？为什么这么重大的死伤，就革命党没有任何的灰心丧志，反而呢是越挫越勇？这么多的同志的牺牲，反而换来的是下一场更轰烈的成功所以这一讲我们把它叫做轰烈失败的成功，绝对不是乱讲的那我们还是透过这样的过程，可以让大家了解革命要成功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聊到这里最后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最重要的是呢，帮我们加入会员，你可以看到呢会员完整版更加丰富精彩，很多的细节都在里面另外也欢迎大家可以给我们超级留言、超级感谢，或者透过线下赞助历届 PayPal、微信、支付宝、邮局，让我们有更多的粮草可以做得更好好，那更多精彩的故事呢，我们就期待下一讲继续把它给讲完吧。我的历史故事可以讲很久了好，那我们再次谢谢王立本老师。好，谢谢学弟，谢谢大家。好，那我们就期待下一讲再相见喽，拜拜。拜拜。